凯特，你讲了好几次蛋白质的好话，它一下子能对抗代谢适应这个复胖的大魔王，一会儿又能平稳血糖，早餐吃高蛋白居然还可以抑制整天食欲，最前面的就直接用高蛋白减肥，还不用饿肚子。怎么样？我们今天干脆来讨论蛋白质到底是什么神仙，它是怎么变成我们最爱的肌肉，又怎么会在减肥的路上成为骁勇善战的赵子龙呢？自从我晚餐多吃了几口蛋白质以后，都多久没想要吃宵夜啦？好啊，减脂增肌一直是大家的梦想，所以减肥需要了解脂肪，就更不能不了解构成肌肉的蛋白质啦。不过今天片长有限，我们先讨论蛋白质在体内的重要性就好，等了解蛋白质在人体内是个怎么样的存在，就能够更好的理解为什么摄取蛋白质会如此重要了。至于蛋白质在人体内的消化吸收、新陈代谢，我们会放在下个礼拜的影片说明。有了这2集基本概念的建立，将有助于我们讨论蛋白质该怎么摄取，以及如何搭配运动，还有怎么去搭配其他营养素，例如脂肪和糖类这些，大家也就会知道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减肥方式了。我们进入主题，细胞是生物的基本结构，而蛋白质和核酸如 DNA、RNA 这些则是细胞的2大要素。核酸就像是生命的说明书，而蛋白质则是这说明书功能的执行者。各种蛋白质是根据核酸编码由不同的氨基酸所排列合成，进而去完成各种核酸所指定的任务。这我有点意见，我们平常其实很少看说明书，要我比喻的话，我会说核酸比较像设计师，这些各式各样的蛋白质就像是执行的工人。如果你觉得这样说能够凸显核酸的权威性，我是不反对。那接下来蛋白质怎么组成，你比较熟，你来讲。没问题，不同的蛋白质通常包含一个或多个由20至30个以上氨基酸所间接成的长链大分子，也就是生态所组成。而氨基酸跟脂肪、淀粉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含碳化合物，也就是有机物。比较不同的是，氨基酸含有氮，不同于脂肪和糖类只含有碳、氢、氧3种元素，所以氨基酸是由一个氨基和椎基所组成的有机化合物。椎基是酸性物质，所以叫氨基酸。根据氨基的位置阿尔法、贝塔等，可分为不同类型的氨基酸。依据之前研究，其中只有20种阿尔法氨基酸是组成生物细胞蛋白质的主要单元，而自然界存在的氨基酸超过500种。氨基酸的发现很早，从1805年由法国化学家沃克兰和他的学生在巴黎从芦笋中发现天冬酰胺开始，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真厉害，那么早就发现了。而氨基酸除了能够合成蛋白质成为水以外人体最大的成分，还参与了神经信号传递和各种酶催化的合成代谢。所以说啊，氨基酸是地球之所以产生生命的关键，一点也不为过。那构成生命体蛋白质的20种氨基酸中啊，有9种是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的氨基酸，叫必需氨基酸，必须由食物摄取。动物性蛋白都含有这些必需氨基酸。就像人体的脂肪组织一样，脂肪组织是人体脂肪，也就是能量的储存库，而骨骼肌组织则是人体氨基酸的储藏库。不同于脂肪是人体主要的备存能量，氨基酸则是人体肌肉、骨骼、血液和重要激素的重要原料。最大的2个器官都拿来当仓库使用，可真是深谋远虑啊！就好像告诉我们，生命可长着呢。对呀，人体的肌肉组织还分成3种哦，分别是骨骼肌、心肌和内脏肌，也就是平滑肌。我们的重点会摆在骨骼肌，因为它跟减肥最相关。人体的整个骨架上的肌肉都叫骨骼肌，因为骨骼肌的肌肉细胞呈现长条状，所以也就叫做肌纤维。这不同于心肌和平滑肌的肌肉细胞比较小，只能叫心肌细胞或肌肉细胞。肌纤维主要由肌原纤维所构成，肌原纤维再由肌丝所构成。肌丝有3种，分别是粗丝的肌球蛋白和细丝的肌动蛋白，还有弹性丝的肌连蛋白。它们相互作用，促使肌肉收缩，而这个收缩的过程需要能量载体 ATP 的参与。讲到能量，我来说，进食以后，血液中的葡萄糖进入肌肉细胞，经由在细胞质的糖酵解作用，
会产生丙酮酸，就能提供 ATP 给肌肉用。再接着丙酮酸在粒腺体经过追化和脱氢，产生草烯乙酸和乙烯辅酶 A， 进入柠檬酸循环，也能提供 ATP。柠檬酸循环产物再经过氧化磷酸化，能产生更多的 ATP。这些 ATP 都是肌丝收缩主要的能源。同时，肌肉细胞也会抓取血液中的游离脂肪酸，进入细胞粒腺体做贝塔氧化，成为部分乙烯辅酶 A 的来源。所以骨骼肌的肌肉就成为葡萄糖主要的消耗者和储存者。当我们摄取糖类的时候， 25% 到 35% 会迅速从血糖转变成肝糖，储存在肝脏当中， 10% 给肾脏利用，大脑则消耗15到20%，其中 40% 就由肌肉负责，肌肉用不完的会储存为跟肝糖类似的肌糖原，储存在肌肉细胞的肌浆当中，肌浆也就是肌肉细胞的细胞质，每公斤肌肉重量约可以储存15克的肌糖原。由于肌肉储存肌糖原的能力有限，太多的葡萄糖仍会由血液运送到肝脏储存起来，肝脏的存量也有限，只有100克左右，太多的葡萄糖会经过肝细胞做糖酵解作用，进而由乙烯辅酶 A 转化合成为脂肪储存起来。这里我要补充一下，肌糖原只能提供肌肉细胞本身的 ATP 使用，由于肌肉细胞缺乏一种变位酶，不能将肌糖原分解成的带磷酸葡萄糖变位成能穿透细胞膜的葡萄糖，所以只有在细胞内将带有磷酸的葡萄糖行糖酵解作用所产生的丙酮酸脱氢成乳酸后，才会由血液运到肝脏进行糖脂新生的作用，产生葡萄糖，才能进入血液中成为血糖，为其他细胞所利用。糖脂新生就是能将甘油、乳酸、丙酮酸、升糖氨基酸等转化为葡萄糖的一连串生化作用。所以肌肉细胞还真的是挺孤僻的嘞。我们回到骨骼肌的肌细胞，当身体的糖原储存量充足的时候，包括肝糖及肌糖原能够提供1800大卡左右的能量，但糖能源耗尽的时候，脂肪酸供应不及，人体就会将氨基酸分解为丙酮酸或乙烯辅酶 A 进入柠檬酸的产能过程，以提供人体能量所需。脂肪酸除了提供基础代谢能量以外，能够为人体的中强度运动提供 50% 或者是更多的能量，以推迟消耗糖原和肝糖存量的时间，从而延缓疲劳。但是如果长时间运动的后期或高强度运动太久，就很容易消耗到氨基酸。这关于运动如何消耗能量这部分，我们以后会做影片深入探讨。对啊，运动的目的是要增肌，怎么能够消耗到氨基酸呢？那不是太不划算了。没错，我们回到骨骼肌的肌肉细胞，也就是肌纤维，它由我们刚讲的3种肌丝构成肌原纤维，成为动力来源。肌原纤维是肌肉细胞的细胞器之一，就好像是脂肪细胞有脂滴一样。肌丝3种蛋白会在肌原纤维中排列成规则的肌小节，所以会产生横纹。同时，骨骼肌的肌细胞的细胞核也不在中央，而在边缘，并且它们拥有成千上百的细胞核，我们也称为肌核，这能够生产更多的肌动蛋白与肌球蛋白，从而为肌原纤维提供更多的动力，并且肌纤维也有非常多的粒线体来为肌丝收缩提供能量，而越多的粒线体也能够消耗越多的能量，有利减肥。当我们运动的时候，可以刺激肌原纤维让它们生长，如果不动的话，肌原纤维就会萎缩，肌原纤维变长，可以因而增加肌肉细胞的体积，加大糖原的储存空间，产生更多的粒线体，因而燃烧更多的脂肪与糖类来提供能量，肌肉也因此变得更有力量。同时，吸氧的肌红蛋白也会增多，为粒线体的有氧燃烧提供更充足的氧气，从而增加肌肉的耐力。萎缩的肌原纤维也是可以经由运动再生的，所以根据以往的研究，肌肉细胞可以因为运动而生长，却无法因为分裂而产生新的细胞，因此成年人的肌肉细胞反而比新生儿还要少呢。那可见新生儿的肌肉细胞有多么小，多么可爱呀！对呀，肌肉细胞还可以预计肌丝的收缩快慢，分为慢缩肌纤维和快缩肌纤维，也就是所谓的第一型纤维和第二型纤维。
慢缩肌纤维富含粒线体和肌红蛋白，是慢动肌能量运用以燃烧脂肪为主。它因为富含肌红蛋白，可以携带更多的氧，并持续在粒线体内做有氧燃烧。也因为脂肪的存量丰富，所以燃脂为主的慢缩肌纤维耐力也比较强，也叫红肌。像马拉松选手小腿的慢缩肌纤维普遍都比较偏高。快缩肌纤维通常又叫做白肌，肌肉中缺乏肌红蛋白，提供的氧气比较少，但因为肌肉中的糖原储存率高，能量来源主要以燃糖为主，糖燃烧不管是有氧的柠檬酸循环还是无氧的糖酵解作用，都比燃烧脂肪效率高，所以能够产生更多的 ATP， 就能够提供肌肉的爆发力。当糖能源一耗尽，也就失去了持续力，所以无法像慢缩肌纤维持续那么久。在高爆发力的选手当中，例如100米短跑这样的运动员身上，他们肌肉的快缩肌纤维通常都会比较高。而不管是快缩肌纤维还是慢缩肌纤维，除了先天的基因以外，还是要靠运动才能够锻炼出来的哦。我觉得你应该既没多少快缩肌纤维，也没多少慢缩肌纤维。你每天只顾敲键盘工作，除了煮饭以外毫无运动，肌肉不流失就万幸了。你想想，你多久又没和我去负重散步了？我煮饭买菜活动量也不小啊，你别小看他们哦。我们继续讲骨骼肌。骨骼肌细胞所构成的组织就叫做骨骼肌，它除了肌纤维以外，还包含血管、神经纤维和包裹住肌纤维束的肌束膜跟连接骨骼的肌腱。这两者都属于结缔组织。骨骼肌是由躯干神经系统控制下的随意肌，是大脑所能够控制的肌肉。骨骼肌构成人体主要的结构，包裹着骨骼，成为人体的躯干。跟脂肪组织一样，骨骼肌也是人体的分泌器官，它分泌着数百种基因子，跟骨骼、心脏、胰脏、肝脏、脂肪甚至大脑都有沟通。同时，骨骼肌组织也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占人体 40% 的体重，相对于脂肪组织占人体20到25%，占比差距大到2倍之多。而这么大的骨骼肌组织所含的蛋白质量是人体所有蛋白质的50到75%哦。很难说哦，如果吃得超胖，这个脂肪仓库会拼赢氨基酸仓库，也不是毫无可能。这也就是我们做这影片的目的让大家彻底了解身体，才能够保持身体的原始设定，以符合健康人体除了骨骼肌以外，还有构成心脏的心肌，构成内脏器官的平滑肌，它们都是不随意肌。由于以燃烧脂肪作为主要能源，糖原通常扮演着能量火种的角色，所以储存量都比较低。心肌细胞只有一个中央细胞核，却跟骨骼肌一样，都拥有肌原纤维和肌节，只是肌原纤维比较短。平滑肌没有肌原纤维或肌节，因此没有横纹，是3种肌肉组织当中唯一的非横纹肌，并且也只有一个细胞核。这些部分等我们以后有需要再细讲。总而言之蛋白质之于肌肉，不只担负着建造、修补、运动的任务，之于人体，就像我之前所讲的，蛋白质的基本物质氨基酸还参与了神经信号的传递和各种由酶催化的合成代谢。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酪氨酸的碘化物是控制人体新陈代谢的甲状腺激素，而像神经传导物质里面就分有氨基酸类和生态类。而酪氨酸也是多巴胺这种神经传导物质的前驱物，你也知道的，多巴胺可是人类快乐的泉源，少了多巴胺，生命根本就缺乏了动力。其他还有跟睡眠压力有关的血清素，也是来自于色氨酸。另外像苯丙氨酸则被大脑拿来制造正肾上腺素，跟学习记忆有关，而甘氨酸就是中枢神经的必需氨基酸了。这部分的内容我们以后会做影片深入说明。同样的，由氨基酸所组成的生态类或者是蛋白质也参与了人体各种重要的生化反应，例如胰岛素就是一种蛋白质激素，胰岛素对血糖的控制、脂肪的合成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以后也会做影片说明。而关系到脂肪存量的瘦素跟脂肪代谢有关的脂联素都是一种蛋白质激素，其他像肌二素、胆囊收缩素、肠泌素、肽 YY 那些则是生态类激素，都跟人体能量控制有关。而这些激素的浓度往往跟摄取蛋白质甚至是何时摄取蛋白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也就跟减重息息相关。
人体中这种蛋白质类的激素不胜枚举，而蛋白质还常常担负着运输的任务，像血红素运送氧气，肌红蛋白携带氧气，还有脂蛋白、白蛋白运送脂肪酸或胆固醇等等这些功能。即便甲状腺素都需要蛋白质的携带，才能够安定的循环在血液当中，在都能够显示蛋白质在人体内不可或缺的存在。还不仅仅如此哦，蛋白质也是精益乳汁黏液的主要成分，而由淋巴系统所分泌的免疫球蛋白当然也是蛋白质，所以蛋白质还能够帮人体抵抗疾病呢。所以说，蛋白质不是什么神仙，它只是人类的肉体跟灵魂。失去蛋白质，我们连成为人的可能都没有。没错，而且地球可能是宇宙当中唯一存在蛋白质的地方呢。